哇，這是全登山鏡嗎？呢度有啲似廣東啲鄉下，咁擺出嚟。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村子叫做拉克斯特。當你看到拉克斯特這個名字的時候，是不是覺得有些眼熟？沒錯，它的英文名字和那個以 Polo 衫而著名的法國服飾品牌拉克斯特是一模一樣的，就是那個 logo 是只綠色短吻鱷圖案的品牌。其實這個村子和這個品牌是沒有任何關係的，但倒是和時尚產業有那麼點聯繫。拉科斯特各個小鎮都有一個這樣的袋子，購物袋。呢啲就係雜貨店啊，誒，通心粉啊，罐頭啊。兩個喜歡逛超市的又進來一個雜貨店裡邊，來看一看。等會兒說不定就在這種雜貨店裡面買了就回去了，因為這裡邊東西似乎也不貴。冇肉咩？呢間就家樂福嚟嘅喎，佢賣家樂福啲嘢嘅。有肉啊，佢呢度咪有肉啦。嗱，上面有肉，不過好普通嗰啲。呢啲咪雪糕。咁大口啊！咁你預呢個，你睇下點？超市的人進了超市，豈能空手出來呢？搞了杯家樂福的自有品牌的雪糕，老婆剛剛試了，說非常的好吃，等我試試下。在這個叫做拉科斯特的小鎮上，坐在這個家樂福在這裡的一個叫做村莊小店的門口，然後這裡有幾張的桌椅，嘆着下午茶了等於，於是金牛座又把午飯給省了，直接下午茶。這個將省錢發揮到極致了。這附近的環境也是蠻不錯的，可以這樣說。在陰涼的地方真的很舒服，很舒服。白色的喇叭花真的好漂亮，好喜歡。我們通常見到都是紫色的喇叭花，粉色的也有，但真的白色的喇叭花就很少見。這個村子可以說是個妥妥的山城啊，依山而建。不過到目前為止，村子裡的路雖然坡度都比較大，但都還算好走。
今天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少人了。如果是平時，這些陰涼的地方一定是坐滿人的。这裡有間教堂，叫做聖特羅菲姆教堂，很小。特羅菲姆是阿爾勒的第一任主教。這間教堂最早在1083年就被提及過，當時它是聖歐塞布德塞尼翁修道院的附屬修道院。它現存的這部分建築主要是羅馬式的，同時結合了一些哥特式的建築風格。从這個角度看過去，可以看到聖壇相對於中殿是偏離中心的。這可以從另一個方面證明，目前的中殿應該是由一座更古老的教堂改建而成的。它雖然很小，但是它還是有2個很小的禮拜堂在旁邊，並且呢，我第一次見到這樣的裝飾，就是這裡吊着一個圈圈。看到嗎？在這裡。它的這個祭壇雖然小啊，但是近距離觀賞的話，還是相當的精緻的。一點都不輸那些規模宏大的教堂的主祭壇。在祭壇後方牆上的上方，也有一扇圓窗，這個相當的少見。這個小禮拜堂這裡有一個聖地路德洞窟式的聖母山。旁邊柱子上這裡有一塊牌匾，上面有一幅人物的畫像。剛查了一下，牌匾上的這位是阿貝德爾珀斯，他是拉科斯特的教區神父，一戰時曾在第322步兵團擔任中尉。他於1914年10月20日為法國捐軀，享年30歲。牌匾上的文字是要請求人們在祈禱中記住他。在這個禮拜堂這裡還有一個大理石質的告解亭，這個也是相當的少見，第一次見到這樣的告解亭。剛才看資料說，這個洗禮池保留了其18世紀的蓋子。這個蓋子用於保護聖水免受雜質的污染。教堂後面還有個花園。不過沒啥可看的，簡單樸素到不能再簡單樸素了。這個小鎮居然有間大學，你看到沒有？SCAD， 居然有間大學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大學？上去看看。這種小鎮是完全沒有商業氣息的。就是原來的居民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，完全不受這個侵擾。
並且来這裡呢，基本上是沒有這個亞洲面孔，全都是法國本地人為主。像这种石路子，就是应该是原来的路面了，就是完全没有整修过的。当地人可以说是不放过任何一塊斜坡上的平地，都將它們變成了自己的後花園。這個是賣什麼的？Best Art School in the U.S. 為什麼？呢張圖稿就係佢呢度嘅成個鎮嘅地圖啦。剛才上網看了一下，原來這個 SCAD 全名叫做薩凡納藝術與設計學院。於藝術設計領域而言，在全球還是相當的有名的。1970年代，美國畫家伯納德·普弗里姆在拉科斯特這裡創立了一間藝術學院。到2002年，這間藝術學院被美國的薩凡納藝術與設計學院，也就是 SCAD 所接管，因此在這個小村莊裡，確實是存在這麼一家的藝術學院。而像在村子裡的這些商店裡邊，都有展示和售賣藝術學院的一些設計產品。而 SCAD 還因其在村莊遺產建築保護方面所做出的貢獻，而獲得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獎項。Bye， merci。看來真是山不在高，有仙則靈啊！估計因為是村子裡有一所藝術大學的緣故，所以村子裡到處都是各種的設計工作室。這也讓拉科斯特似乎和其他普羅旺斯的村莊有那麼點不同，就是藝術氛圍直接拉滿。你看一樓。這就告訴你他在這個觀景台上看到什麼地方。呢間幾靚，好漂亮！這間房子裡面的燈飾，哇，這些路，以前這些人走上來都挺辛苦的，還有那些馬拉那些馬車，哇，坐在裡邊的人也應該不會很舒服，我覺得。幹嘛呢？這裡是賣中國字畫的，我們還說沒有中國，沒有亞洲人在這。不
不過這手毛筆字就沒有我們家的阿妹寫得好了。呢個好似係戲服㗎。它這裡很多的工作室，像這個應該是，哇，這個應該做時裝秀或者做電影的這些服飾的。哇，看不出大連影于市。Say bye。看不出。这个好像又比刚才那個多了一些藝術氣息。我望望呢邊，你可以唔落嚟。哇，這邊這個就有點像廢棄了的屋苑了，就有點舊。人哋啲花可以種得咁鬼靚嘅，真係。趁着上山的這個時間，我們一起來上歷史堂吧，說說這個拉科斯特村落的由來。拉科斯特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羅馬時代，但是它的名字卻是來源於古老的拉科斯特城堡。這個城堡建於11世紀，當時它被建造為一座中世紀的堡壘，用於保護村莊和周邊地區。多年以來，這座城堡幾經易手，最終在18世紀落入一位左右其命運的人物手中——多納蒂安·阿方斯·弗朗索瓦·德·薩德，也就是世人所熟知的薩德侯爵。不知道薩德侯爵是何許人？沒關係，我本來也沒聽說過。但如果說性愛關係中 SM 中的 S 就是薩德侯爵的縮寫的話，是不是立馬就覺得此人不簡單了？而且英文施虐狂和虐待狂的這兩個單詞都是源自薩德侯爵的名字，就可知道此人有多麼的有名了。1769年，侯爵從妻子勒內·佩拉吉·德·蒙特勒伊手中繼承了這座城堡。他斷斷續續地居住於此，並進行了大規模的翻修，將這座原本簡樸的城堡改造成了一座奢華的府邸，以彰顯他對奢華和自由的追求。薩德侯爵不僅僅是位貴族，他還是18世紀的哲學家、作家和政治人物，是一系列色情和著作的作者，以色情描寫及由此引發的社會醜聞而出名。在他的作品《索多瑪的120天》和《朱麗葉或罪惡的繁榮》裡，就是以拉科斯特城堡為背景的。由於他的作品中有大量性虐待情節，因此他被認為是變態文學的創始者。與被虐心理著稱的奧地利作家利奧波德·馮·薩克·馬索克齊名。薩德主義與馬索克主義被後世合稱為 SM， 就是現今印歐語系中性虐戀的詞源。在其74年的生命裡，其中有27年是因各種不同的原因，在截然不同的條件下被囚禁的。他一生經歷了各種政治體制的更迭，其中包括君主制、共和制、執政政府制和帝國。他最後於1814年死於精神病院。他自己是一位熱愛戲劇的觀眾，他曾寫道：
我生命中的間歇太長了。法國詩人阿波利奈爾甚至稱薩德是有史以來最自由的靈魂。薩德最核心的那些作品，從他去世後到真正可以在法國書店公開陳列，沒有任何限制的購買，大約經歷了150到180年的禁絕期，是西方文學史上被禁時間最長的作家之一，僅次於某些宗教異端著作。直到今天呢，在某些保守的国家，如部分伊斯蘭国家、印度等，他的作品仍屬違法出版物。不是吧？这里可以開車上來的？真是暈了菜去了。說完薩德侯爵了，那我們繼續說說拉克斯特城堡。法國大革命後，城堡大部分被拆除，城堡的石頭被用来了在該地區建造各種房屋和建築物。薩德侯爵也被迫出售城堡的剩餘部分。這座城堡幾經易手，到1952年，當地的一位教師開始了修葺的工作，使城堡的核心部分重新適合居住。位於城堡入口最附近的這一座雕塑，名為生命之樹。看完這個薩德侯爵的這個介紹之後，看起來這個雕塑似乎也有那麼一點點變態的感覺。21世紀初，這座城堡被法國著名時裝設計師皮爾卡丹買下。2020年，皮爾卡丹去世時，他將城堡捐贈給了法蘭西學院。城堡中心經過部分修繕，是皮爾卡丹的住所，不對外開放。據說皮爾卡丹還專門在城堡內開闢了一小片的區域，用於舉辦各種的藝術展覽之用。但作為遊客，我們就只能在外面看看了。這個雙臂自由交叉，但頭顱被囚禁在籠子裡的雕像，名為神聖侯爵，作者是亞歷山大·波爾加諾夫，一位俄羅斯的雕塑家。頭顱代表的就是薩德侯爵。在這裡啊，除了可以看到城堡的殘垣斷壁之外，還可以從上方俯瞰一下村莊，想象着村莊昔日的輝煌。皮爾卡丹的到來其實也引發了不少的爭議。雖然他使得拉克斯特成為了藝術家和設計師的聚集地，但同時也因為他買下了這裡大約40棟的房子以及數量相近的農場，但卻無人居住，這使得原先的村民和商販們就再也無法在這裡繼續生活了。這個伸展着一對長臂的雕塑，名為 Bienvenue， 在法語裡就是歡迎的意思，也是出自剛才那位設計師之手。好了，那我們原路下山了。實話說啊，拉克斯特雖然是普羅旺斯眾多村落中的一個，同樣的擁有狹窄的鵝卵石街道、古老的石屋等等這些元素，似乎和別的村落也差不多。但如果來之前對其做做功課，了解一下它的前世今生，那逛起來可能就更加的有趣味性，而不是簡單的只是看看風景而已。前面這個算是村子裡的地標之一吧，鐘樓。剛才在上山的途中，我們就曾從鐘旁邊的山路經過。它修建於近代時期，標誌着昔日市政廳的所在地，同時也是以前領主領地的核心區域。他在這邊能看到這個鐘樓哎，這個鐘樓就是夠鐘它就會敲啊。
就中国人。刚刚碰到一个亚洲面孔的女孩子，我们估計她應該是中國人。看來這所 SCAD 學院的學生還真的是來自世界各地。點解會去中國人呢？因為都未有個中國攤檔嘅。應該唔係啊。啲字同你就爭得遠啦，你過嚟擺個攤可能買得起價。一不小心就走到了村莊的另外一個出口了。可見村莊周圍都是葡萄園以及呂貝龍山谷的迷人景色。在視頻的最後，讓我們從高空俯瞰一下這座村莊吧。說實話啊，普羅旺斯擁有眾多美得令人窒息的村莊，其中大多數都建有一座半毀的城堡，或者是經過修葺的古城堡。遊客都可以站在高處，沉浸在薰衣草田、葡萄園和連綿群山的迷人景色之中。但是啊，又有多少的村莊能夠像拉科斯特一樣，擁有那些亦真亦假的性虐醜聞，以及一位沉迷於淫亂狂歡的文學奇才的傳奇？即使拉科斯特城堡並非法國南部最壯觀的景點，但是它的故事依然值得一提。在這裡啊，遊客不僅可以欣賞美景、品嘗美食、感受村莊的文藝氛圍，並可以體驗到仿佛穿越時空的奇妙感受。今天是我們在普羅旺斯的第一天啊！以前一提起普羅旺斯，第一個反應就是薰衣草，但其實普羅旺斯除了薰衣草之外，它的美景也並非浪得虛名的。尤其是這些位於呂貝龍山區的這些村落，每一個都有他們自己的特色。那如果對我們接下來普羅旺斯行程感興趣的小夥伴，就記得關注我們了。點擊屏幕右下角的小方框，就可以直接訂閱了。記得打開小鈴鐺，這樣就不會錯過我的視頻更新了。那我們下期視頻見。